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三原色互补以及三原色混合。那么什么是三原色呢？三原色指的就是红、绿、蓝这三种颜色。我们自然界看到的所有颜色都是由这三种颜色混合而来。在 PS 的调色工具当中啊，也是使用了三原色互补以及混合原理，从而对照片进行调色的。例如说 PS 当中比较强大的调色工具啊，这个曲线工具，它这里面也是可以选择红、绿、蓝这三种不同的颜色进行调整的。再或者我们调出色彩平衡，这个色彩平衡当中啊，也是可以调整红、绿、蓝这三种颜色的。它都是借助了三原色互补以及混合的原理。你只有学好了这些三原色互补和混合原理，后面讲调色工具的时候啊，你才能非常容易理解。那么我们回到正题，什么是互补呢？互补指的就是它的颜色的对立色。我们来看上方这个三原色互补图啊，红色的互补色就是它对立色啊，青色。绿色的互补色就是它的前方对立色，玫红色，也是大家所说的品色。那么蓝色的对立色啊，就是黄色，黄和蓝之间呢就形成了互补关系，红和青之间呢形成互补关系，绿和品呢形成了互补关系。现在我们调出曲线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现在想让这个雪景呢看上去更蓝一些，我们是不是要选择这里面的蓝色呀？然后给这个画面啊增加蓝色，这样这个照片是不是就变蓝呢？那我现在想要减去这个蓝，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直接可以把蓝色这个曲线向下压。我们向下压，你可以发现它的互补色就变多了。我们向上提了啊，它的另外一端的互补色蓝色就变多了。那我们再还原看一下红啊，我们选择红色通道往上提呢，画面会变红。那我们反之把红色减少，画面会怎么样啊？画面会变青，变成它的对立色，也就是互补色，是吧？那我们现在再选择绿色呢，我们向上提加绿色。那我们把这个曲线往下压呢，就是减绿。减绿会怎么样啊？减绿画面会变成它的互补色。那绿色的互补色是什么？是品色，画面就变品了。那这就是曲线调色工具的一个原理，它是借助了三原色互补的原理在做照片调色。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混合色。混合色你可以看到，下面我这里已经做出来了图啊，上方是红色，右下角是绿色，左下角是蓝色。那它的混合色是什么呢？红色和蓝色的混合色是变成了这个品色，红色和绿色的混合色啊会变黄，那绿色和蓝色混合啊会变青。这个色相环啊非常的直观啊。那我们现在用曲线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把画面中加红和加绿，画面是不是可以变成黄啊？我们试一下，我们为这张照片加上红色，然后再加这个绿色啊，它会不会变成中间这个黄色呢？我们现在再选成绿，然后再加绿，是不是变成了一个亮黄色呀？大家看一下，由于我们使用的是这张照片，它的颜色并不是像色相环这种标准的255的亮度，饱和度也不是最大。照片它是由各种不同的饱和度、亮度和色相混合在一起得到了一张立体的照片。所以说我们在照片当中是直观的去加，它的颜色并没有色相环当中的这么鲜艳。如果你去认真的看了前面几节课，你就能理解我说的这句话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蓝色和红色的混合啊，我们现在把曲线调成红色啊，首先给画面加上一些红，然后再给它加上一些蓝，然后我们会混成什么呢？品红，是不是混成了品红色呀？那和这个色相环当中的颜色是不是匹配的？红色和蓝色混在一起会变成品红，两个颜色之间加在中间的那个颜色就是它们两个之间混合出来的颜色。那蓝色和绿色混合一起啊，就能混出青啊。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蓝色啊给它加进去，加到这个照片当中，然后把绿色啊也加到这个照片当中，照片是不是就变青了？那这就是混合得来的颜色。我们肉眼看到的所有颜色都是由三原色混合和互补得来的。如果把红、绿、蓝这三种颜色的饱和度、亮度都分别进行更改，然后再次混合，它会得出更多颜色，从而可以构成出一张这样丰富颜色的照片。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色彩平衡工具。色彩平衡这个工具啊，它也是借助了三原色的互补原理啊。你看，你如果想让画面中啊加青，那你这里就要减红，因为青色是红色的互补色，所以说它把这个青和红放在了一个划块当中。那绿和洋红啊，它也是一对互补色啊，所以说它把这两个颜色也放在了一个划块当中。这些软件的设计啊，都是跟随着这些三原色互补和混合原理而设计的。
所以说我们要学习这些原理，你才能搞懂这些工具。我们减红，画面就会加清；我们减绿，画面就会变洋红；我们减蓝，画面就会变黄，是吧？这都是跟随着我刚才说的这套原理。根据我这2个工具的演示和这些理论知识的讲解，配合我这个三原色互补和色样环，大家会非常容易理解。好了，这节课就讲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拜拜。很多摄影爱好者拍照片都拍了很多年了，到现在都还不知道直方图只是用来观看当前照片的曝光情况，辅助你去判断照片的影调分布情况，并不是来判断一张照片拍得好还是拍得不好。接下来我会在电脑上用4张照片给大家举例，尽可能的说清楚直方图到底可以干嘛。其实在 PS 软件当中啊，有很多工具都自带直方图，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曲线工具，它这里面是带上直方图的。包括我们在 PS 窗口的菜单当中啊，也能找到这个直方图。你点开之后，它也会出现一个小直方图。那么还有一个大家经常要用到的就是 Camera Raw 啊，点开 Camera Raw， 在 Camera Raw 右上角就有一个非常醒目的直方图观察窗。直方图从左往右看的话，左边这里是代表最暗，右边这里啊是代表是最亮。那么从左边最暗到右边最亮，上面会分布很多这种像山峰一样的信息。如果这个山峰越宽越高，集中的越多，代表当前这个亮度区间的像素越多。那我们来看这个直方图啊，比最亮稍微暗一点的这些信息，这些像素最多。那么这点位置是哪里呢？那么就是天空偏亮的这些云，接近于白色的这些墙面，包括这些电线杆啊，这些地方占据了画面中大部分，所以说它这里偏亮的这个柱状信息比较多，比较集中。那我们再来看直方图左边代表最暗的这些信息呢，是一条线，是不是啊？它是平的。那么代表画面中啊没有最暗的这些信息。那我们怎么去看呢？我们点一下左上角这个像水滴一样的形状，它如果画面中有最暗的像素点的话，有纯黑像素点的话，它会用蓝色给它覆盖住，没出来就代表没有。那你怎么去看画面中纯白的像素点呢？直方图右上角这个小按钮点一下，你看它这里墙面上就会出现这种红色的这些像相机里面的峰值对焦一样的啊。那么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这个墙面上这里有部分像素点是纯白色的。大家理解没有？我刚才说了，直方图左边是最暗，右边是最亮。那如果像这种一条直线的，压根就没有往天上冲的，那么就代表没有。那我们来找一张有的啊。这张照片肯定是有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它左边比较暗的像素它很多啊，冲的比较高，比较宽，代表这个画面中比较暗的一些像素比较多。那么右边它这里也有最亮的，但是不多，看到没有？它这个山峰没有冲很多，也没有很宽，代表它的最亮的很少。那你想去看一下它纯白色的分布，你可以点一下这个水滴一样的形状，你看没有？这个火的边缘这些位置就会被这些像峰值对焦的这种提示的这种颜色一样覆盖，就证明它这些覆盖的位置是纯白色的，就是纯白色的像素点。那么有些零基础的小白呀，他可能会说，诶，那这个显示它这里有过曝了是吧？那我们是不是要压白色呀？那么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啊。首先你要看你拍的是什么，如果你拍的是这种火、篝火、烛光，或者拍的日出日落，那么日出日落这个太阳的中心肯定是有白色像素的。如果你看直方图右边有贴墙，你就很害怕你的照片有问题，你就去降高光、降白色。它虽然说是没有过曝的一些提示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你的火啊，你的火是灰的了，火的中心点是灰的了，不够白，不够透了，就比较闷呐。那你非得把白色给它补上，高光给补上，你这个火才能看得它很亮啊，才能看得通透。这个直方图是用来判断你当前照片的影调分布情况的。你再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它肯定也有过曝的呀，但是你说这张照片是不是拍废了呢？它有过曝了呀，是不是拍废了呢？它肯定没有拍废啊，因为过曝的地方是哪里啊？是这个烛光的中心点啊。你看它这里有贴墙的信息，但不多，很少。为什么不多呢？因为纯白的像素就只有这么一个点儿，就这么一个烛光中心这么一块小位置，所以说它的高光不多啊。那这张照片从最暗纯黑到最亮纯白都有这些信息。那你想看它分布在哪里，你就可以点这个啊，左上角一点，看最暗分布在这里啊，被蓝色覆盖的区域就是这个画面中最暗纯黑的。你看纯白的像素分布就是这个烛光的中心，包括这个地面的反光，还有人脸上有一点点。
如果人脸上有一点点的话，有点影响观感的话，你就可以把白色往回收一收，把人脸上的这个地方给消掉了，只保留这个烛光和地面反光就可以了。直方图没有办法判断照片是否拍废，主要要结合你看你拍的是什么。那你再看这一张照片，那直方图右边肯定很多贴墙的，你看高光很多贴墙的，贴的比较多，又比较高，还比较集中，比较厚，那是不是过曝了呀？我压下去啊，你压下去能压出什么呢？你什么都压不出来，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白色的，它没啥细节，你能压出什么东西出来的？所以说直方图是没有办法判断你的照片是否拍的成功，只是来告诉你影调分布情况的。这个账号会长期分享一些零基础小白都能看得懂、学得会的真实教程。喜欢摄影的、喜欢拍照的，可以关注一下我。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同学们好，欢迎来到 PS 零基础入门课当中的第44节啊。这节课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风景照的后期调色。那么今天这个调色是非常简单的啊，使用的这些工具全部都是我们这套入门课当中里面学到的这些调色工具。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希望大家不要去看我是怎么调的啊，只需要去理解我是什么思路即可。因为怎么调这件事是非常容易的，只要你掌握了这些工具的用法，怎么调你都会。主要是思路。好，我们拿到一张原图，可以看到这张图之所以它不好看啊，主要是因为它的颜色少，因为是夏天嘛，夏天的话它全部是一片绿，再加上这个天气的光线呢，它是处在一个正中午啊，它也不是早上也不是晚上，所以说光线也没什么层次。需要让它有一点层次的话，我们可以在颜色和光影上下功夫。那如果你是讲究照片的真实性的话，我觉得就不要过多的去改动颜色，稍微改动一下影调就可以了。如果你对风光摄影没有那么严谨的话，可以去改动画面中的色彩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思路啊。我的思路是先使用摄像饱和度工具啊，把我们这些绿色的部分呢，稍微给它做一个其他的不一样的色彩。那我们要用到的工具是摄像饱和度啊，我们去创建一个摄像饱和度的一个调整工具。然后呢，我们用这个小手的工具啊，提取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自动帮我们识别成了黄色。那我的思路就是可以把这个近处的这些草啊，给它调成稍微黄一点的颜色。远处的山上面这些绿色呢，我们就别动它啊，就把近处的这些草的颜色给它调的稍微黄一点。因为你可以看出啊，它近处的这些草本身它就是带一些黄的，只是说没有那么明显。我们把这个黄色给它加强一下就行了啊。好，我们用这个摄像饱和度选择黄色，把黄色的色相稍微改动改动啊。你看，我们这样往左边一拉色相啊，它这个黄色的部分呢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像枯草的一个颜色啊。下面的饱和度我们也可以适当把它提高一些啊。好，这样一看，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画面中的色彩有层次了，是吧？它有暖色，也有冷色啊，冷暖的对比就形成一个纵深感、立体感。那我们在没调之前啊，就是因为颜色单一，所以说它的观感不好。好，这一步走完了之后，我们再把天空稍微调一下啊。天空是什么颜色呢？天空是蓝色啊，把蓝色的饱和度稍微提高一些啊。好，现在我们这个摄像饱和度工具就把天空的蓝和近处的草啊颜色稍微改动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和之后的区别啊。好，走到这一步之后啊，我们接下来可以把它的影调稍微做一下优化。我们点击这个颜色查找，这个颜色查找呢，就类似于富士相机里面的胶片滤镜似的啊。你把这个 3D 文件点开啊，在这里面找一个滤镜啊，这里找一个什么滤镜呢？柯达5218啊，后面是2395啊，这个滤镜，你点击一下，你看到这个照片，瞬间就有这种胶片的复古的感觉了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滤镜的效果还是有点耐看的。好，接下来我们需要去用一条曲线把这个影调再优化一下。虽然说这个调调还是蛮舒服啊，但是需要改动啊，需要改动。那我觉得要改动什么呢？我觉得需要改动一下对比啊，改动一下对比，因为它这个亮暗之间的反差低了啊，反差低了，看上去有些灰蒙蒙的啊，我们就需要用一条曲线把这个灰蒙蒙的效果给它减弱。我们是需要这个灰蒙蒙的效果的，但是不需要这么强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曲线里面去给它增加一个对比。我们把曲线当中的暗部选择出来啊，然后把它往下压啊，也就是把这一块啊，这一块的灰蒙蒙的效果给它压暗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之前没压的啊，这之后我们压暗了之后，它这个灰蒙蒙的效果减弱了。那为了让它进一步减弱啊，我们可以把亮部啊，天上这一片区域给它提亮。那我们就把这个曲线上面的亮部提起来，让天空稍微亮于地面啊，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明暗的反差。有了这个明暗的反差，这个灰蒙蒙的效果会被削弱的啊。这就是光影变化对照片的改动。我们调的这个曲线呢，调的就是照片的光影啊。
那么通过曲线把光影调整了，又通过色相饱和度把照片的色彩和层次调出来了，那这张照片有了合理的光影，有了合理的色彩，你看这张照片的观感是不是就大不一样了，是吧？这是原始的状态，这是调整之后的状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我的思路，我的思路就是想用色彩的不同、光影的不同来营造出照片的主体，烘托照片的氛围。通过这个色彩的改动，让你的视觉感官画面的观感更丰富，色彩更丰富，层次更强。然后再通过这样一个胶片的滤镜，让照片的一个影调有一个大幅度的变化。但是在这个胶片滤镜呢，把这个影调调整的过于强烈我并不需要它这么强烈，需要削弱。那这个时候我是用的曲线控制它的光影，把它暗部压暗了一些，天空的一些亮部提亮，让它反差对比拉高了，反差对比拉高了就削弱了这个灰蒙蒙的效果最终就达到了一个我理想当中的色彩。当然我们还可以再次双击这个色相饱和度，把照片中的一些需要突出的色彩，比如说黄色比如说黄色的饱和度还可以继续提高一些这样的话会进一步加强它的色彩和空间感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观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希望这个案例能给你带去一些启发。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